你不觉得那个太子楼很像阿汤哥会跑步的地方？不可能的任务吗？跑起来！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大家早安，我是一楼一楼。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西门町吧？西门町也是台北市数一数二热闹的地方哦。从以前到现在，西门町也历经过许多的变化，而且我跟西门町也有一点小小的渊源。小时候有一些亲戚都是在西门町这边做生意的，所以呢，我小时候很常来这边，常常听我亲戚提起这边的一些故事哦。那今天就跟着我们的合作伙伴安娜路易莎一起走进西门町，看看西门町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在地故事。安娜路易莎是一间来自纽约、创立于2018年的饰品品牌。它主打美感跟有序兼具，就是让你戴起来好看，对环境也友善。它不管从原料生产、包装到礼盒，都是选用环保再生材质，坚持以对环境友善的方式去打造每一件饰品。那它整体的风格，我觉得是偏向简约，并且又优雅，所以单戴就很好看，叠戴也不会乱。那品相也非常的齐全，从像项链啊、耳环、手链、戒指都有。所以今天想要利落一点，或者想要混搭，都是非常穿搭友善的饰品。更呼吁品牌永续经营的精神，发挥饰品的最大潜能。那我这次选择的是 Pebble 的软石系列，它的吊坠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选，那链子也有金色跟银色。那我是选择大理石蓝，透明石英搭配金链。首先呢，我觉得它的金调得非常好看，是那种柔柔的米金，不会太黄也不会太红，所以不管你是暖色肤色还是冷色肤色，我觉得都还蛮好驾驭的。那像这个大理石蓝，我是第一眼看到就非常的喜欢，我觉得它典雅中又带一点复古，并且我觉得它的花纹啊，很像那个青花瓷，非常的漂亮。它这个花纹也是采用手工彩绘的，所以你拿到的每一条吊坠都会略有不同，这种独一无二的专属感是最棒的。然后透明石英它就是比较偏向简约，是走一个小清新风，所以不管是两条单戴还是像我这样，你可以调整长度叠戴，我觉得都很好看。那另外呢，我觉得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小特点，就是因为它的吊坠是活动式的，你可以把其中一条拉到后面，当你穿比较浪或是露背衣服，你前后都是重点，非常的好看。一条项链可以玩出很多的造型。那品质的部分呢，也丝毫不马虎，它主打的是防水、抗氧化、不易变色，所以像台湾的夏天很热又很长，流汗啊，或者午后暴雨都不用担心。再来，我觉得非常贴心的一点是它的材质也是使用低敏的，所以像我这种高敏感皮肤，有时候只要材质不好，就是马上皮肤红痒。但安娜路易莎的饰品是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这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贴心，符合人性化的设计。价格上我觉得也非常亲民好入手，最低只要39美元，换算成台币大概1000出头就有了。现在又正值安娜路易莎的 Winter Sales 的活动开跑期间，全馆最高是有75折的折扣哦，这种限时的折扣就是一定要抢起来啦。像是年底有跨年啊、圣诞节或是要出国旅游的朋友，像我们年底就要去日本啦，这个时候就很适合犒赏自己，或是说有送礼的需求，那就不要犹豫，趁现在挑起来。详细的资讯会放在资讯栏，或是点选荧幕上的 QR code， 大家记得点选一楼一楼的专属链接，赶快去安娜路易莎官网挑起来吧。西门町位于台北市万华区，是一个拥有100年以上历史的知名商圈。在清治1880年代以前，此地多为坟区与番薯田。随着台北城逐城及流民船招商开辟新市街，西门成为通往艋舺祖师庙的要道，开始逐渐发展。日治时期，日本移民大量进驻，街区洋溢浓厚的和风氛围。1922年行政区划定时，西门町正式成为地名，但西门町却没有西门，其由来与台北城的宝城门有关。现在的西门町其实是早期台北城西门外面发展出来的商业区，而那座西门正式的名字叫做宝城门，其名称的由来是由于城外这一侧的道路连接到艋舺商圈。人跟货物都从这里进进出出，所以地方士绅就取了宝物成就的吉祥意思来命名。久而久之，干脆简称其为西门。到了日治时期，因为要做市区改正，拉直道路，配合铁道和车辆通行，宝城门整座被拆掉，成了台北城5座城门里唯一完全消失的一座。
现今城门虽然不在了，但地名却留下，于是就有了今天有名无门的西门町。最初的西门町范围约为今日成都路周边的西门里，如今所称的西门町范围更为广大，以西门徒步区为核心，由中华康定汉口成都为起，官方组织西门徒步区街区发展促进会，称之为西门町商圈。西门町拥有许多知名的地标与商场，百年红楼象征青少年文化的万年商业大楼，街头风格浓厚的美国街，以及近年成为 IG 热门打卡点的彩虹地景。西门町也因小吃云集、流行文化与青春氛围浓厚，而有台湾明洞、台北涩谷、台北元素之称，深受国际旅客与青年人喜爱。今日的西门町既见证了台北的历史发展，也是引领新一代流行文化的核心重镇。传统与现代在此交织传承，造就出西门町独特的氛围与魅力。西门红楼的前身可追溯至清领时期，当时周遭多为露天市集，环境卫生不佳。日治时期考量到公共环境卫生，日本政府开始着手规划公有市场，于1896年在此地新建木造市场，作为鱼肉果菜交易中心，并且陆续拆除周边的零散市集。那这栋红砖建筑的红楼，它是在1908年由设计师近藤实郎设计并且落成。早期是叫新起街市场，后来才改名为西门市场，也是台湾最早的市场型公有建筑之一。那它的整体的格局就是由八角楼和十字楼所组合而成的。西门红楼的建筑设计融合了东西方象征意涵，十字象征基督教救赎的幸福符号，八角则取自中国易经八卦，有正邪祈福之意。外观为八角形的双层八角楼，高约8公尺，共8间店铺。早期贩售精品化妆品、生活杂货与西药等等。2楼则经营台日特产，因其外观特殊，又被称为八角堂或八卦楼。外部共有8面墙，每墙开设8扇窗，设有三角形3墙与女儿墙。建筑外观多以红砖砌成，墙体为清水砖，外墙以洗石子仿石饰带，营造红白相间的华丽感。如今所称的西门红楼，即包括八角楼、十字楼遗址及周边南北广场，共同构成西门町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在战后市场逐渐转型，先由来台的上海商人陈慧文承租经营剧场，陆续更名为沪源剧场、红楼剧场，上演着越剧、相声与话剧，成为演艺重镇。1963年，配合西门町电影风潮，转型为红楼戏院。只可惜因设备落后，加上新戏院林立，逐渐没落。1990年，虽历经多次改建提案，却难以整合意见。1994年发起《红楼梦》西门情活动推广保存，1997年正式被指定为市定古迹，更于1999年内部整修，规划为红楼电影博物馆。然而2000年十字楼却因一场大火焚毁，目前仅八角楼幸存。2002年为由纸风车文教基金会经营，举办艺文展演。2007年再由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接手，定位为西区指标性景点。2016年闭馆整修，并于2018年以西区接待客厅重新亮相，结合了古迹、文化与商业活动。如今1楼为展示、文创及餐饮复合空间，2楼则作为艺文展演场地。会觉得那个太子楼很像阿汤哥会跑步的地方，不可能的任务吗？跑起来！在河岸留言旁，这座造型独特的小八角建筑物，它是日治时期的公共厕所。因为日本人认为把厕所设置在市场内的话，不卫生，容易造成环境的污染，因此把厕所设置在户外。那以前厕所有2座，目前只剩下这一座保留下来。现在它的功用也仅剩于储存空间做使用。来。我们在这边发现了一个隐藏版景点哦，门柱。
在1928年，在十字楼的东侧与南侧新增的店屋，它是西门市场第一专店，专门贩售日本进口的高级舶来品哦。你们看这一根门柱上面华丽的装潢，足以见证当时市场的繁荣与风华啊。在西门红楼旁靠近成都路这一侧，也就是我身后 Nike 这一栋，大家知道吗？以前这边居然是一座神社，是台北道和神社。在1910年时，新崎间市场为了祈求商业繁盛，就新建了血手道和神社。那在隔年举行上洞祭的时候，才改名为台北道和神社。原址后来历经南洋百货、桃儿音乐城、Net 等不同商家，如今则为 Nike 专卖店。刚才前面跟大家分享过的血手道和神社，可惜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参与过。但是在我身后这一栋屈臣氏，在我有印象中呢，以前它可是麦当劳哦。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跟我曾经经历过一样的时代呢？麦当劳是我们童年的好朋友啊。刚刚前面提到的西门红楼一度因为电影而没落，在日治时期，电影传入台湾后，虽然说在当时多以之作为政治宣传工具，但依然不减台湾民众观影的热情。就像大家看我们的频道一样哦，这也使得西门町在当时成为台湾电影的重镇哦。那西门町的戏剧史可以追溯至1897年，当时的日本人在现今的开封街和中华路一带新建了台湾的第一座剧场浪花座，是作为演艺跟集会的场所。后来改为朝日座，逐渐发展成混合型戏院，长期放映电影。那在现今的内江街也有以新剧为主的台北座，开启了西门町的戏剧活动。自1897年起到1930年代，西门町已成为全台知名的 A 嘎嘎戏院群聚，不仅象征着电影与娱乐文化的蓬勃发展，也带动周边餐馆、酒楼与商业活动的繁荣，成为当时台北人吃饭看戏的热门地带，堪称日治时期的潮流地标。1902年，荣座于西宁南路与汉中街50巷一带落成，为当时具代表性的日式欧化剧场。二战后拆除，其东侧新建万国戏院，再转型为角色影城与 Uniqlo， 现今则为威秀影城。位于成都路与昆明街口的方乃馆，战后改为美丽都戏院，现今为国宾戏院。汉中街116号的新世界馆现为新世界商业大楼，内有 H&M 与真善美戏院。位于荣座北侧，今日西宁南路127号的台湾剧场，战后为中国戏院，近年改建成阿曼 TIT 大楼。1至3楼的商场为唐吉诃德。成都路181号的大世界馆，战后为大世界戏院，几年前成为新据点 KTV， 现为 Singo。在西宁南路上的国际馆，战后为国际戏院，现今为万年商业大楼。如今的中山堂，过去则是公会堂。禁足词，以前进公共场所要洗脚哦。大车轮餐旅事业创立于1976年，创办人江先生于台北宝庆路星光巴尔可3楼设立首家店面，凭着对料理的热情与坚持，逐步展开事业。1982年开设大车轮万国店，1984年于台北西门町成立大车轮峨眉店。峨眉店也是全台首间以火车回转寿司为主题的日本料理餐厅。至今店内仍能看到迷你火车绕着吧台载运寿司，成为吸引饕客的经典特色。二代接手经营后，更一步提出4星核心价值，持续为顾客提供兼具品质与温度的用餐体验。迄今将近50年，大车轮不仅是当年时髦新潮的餐厅，更承载着许多台北人的青春回忆。我忘了小时候有没有进去用餐过，但常常站在店门口看着小火车，一看就是非常久。走进店里，灯笼、旗帜与菜单布置，营造出热闹氛围，很有日本节庆之感。
最吸睛的莫过于吧台周围奔驰的小火车，让大家在等待列车进站的同时，也能欣赏师傅精湛的料理手艺。超级可爱的铁道就在前面，然后火车这样经过，会看得目不转睛。没有错，我那么大今天第一次进来吃寿司，好巨哦！腰果寿司看起来胖胖好饱满，它的鲑鱼寿司好酷哦，好鲜哦，很嫩。不错不错。完全没有那种纤维感或韧感。除了鲑鱼来寿司店，第二个会点的就是比目鱼。最喜欢比目鱼就是吃进去那个油像直接化开。最好奇的就是这个腰果寿司，有够巨的啊！到底要怎么吃啊？来瞧一下角度得是啊，肉松好吃，然后搭配腰果的脆脆的口感，很有趣啊。这是我吃的乱七八糟的。再来也是巨无霸的花卷寿司，你看它这个直径。一颗拳头了吧？那看它的很前面，这样有够漂亮的，很好吃哦。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花卷寿司，而且非常巨，好满足哦。感觉这个吃一颗下去就饱了。我也这么觉得。这个看起来金光闪闪的带寿司，一脸看起来是非常厉害的样子，势必要一口咬尽啊！你不要噎到了。它里面居然还有包类似坚果那一种腰豆，是不是？腰果吗？腰果。哇，好特殊的口感哦，我第一次吃到。对，它这边很多那种花寿司是外面比较少见的口味。想不到今天又获得了店家的青睐，特别招待了我们饭后甜点，太幸福了，非常的幸福哎，谢谢老板哦。老婆啊，这间店面啊，以前我的亲戚也曾经在这边卖过牛仔裤。那我跟我的表哥小时候呢，会到巷子后面的楼梯间去玩拼拼。你有玩过拼拼吗？拼拼是什么啊？它就是很像一块塑胶板，然后两个人就是用手指头在拼，只要能够压到对方身上，那就赢了。拼拼，那不是叫罢工吗？罢工是什么？我小时候我们都叫罢工哎，就是塑胶的嘛，然后不同颜色就盖到上去就赢了嘛。对啊，我们叫罢工哎，你叫拼拼？拼拼啊，我只听过拼拼这个说辞，罢工没听过哎。我从来没听过拼拼，还是每个地方有不同的叫法啊？大家知道吗？我们在说的那个东西，我叫拼拼，我老婆叫你说什么？罢工。在战后1945年起，西门町依然是台北最热闹的电影娱乐重镇。鼎盛时期，戏院数量一度高达37家，许多戏院如乐声豪华等戏院相继开幕。其中武昌街2段戏院林立，被称为电影街。在1950至1970年代，迎来西门町电影院的黄金时期，成为台北人最重要的娱乐聚集地。中华商场从开始改建的时候，我已经是高中夜间部2年级了，所以我有参与。我也有跟人家打架，也有跟人家吵，因为那个时候都会吵。西门町的中华路林荫大道在过去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中华商场相信大家都有听说过吧？曾经8栋硕大的建筑物立足在这上面。那我小时候记忆中，依稀好像有走过他们的天桥，但已经不太记得了。至于中华商场确切的典故，我们还是请曾经经历过这一切的前辈来跟我们大家做分享，会更为生动哦。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的站前地下街监事主席来跟大家做个分享。他以前是中华的火车在这边，这条是铁轨咯，这边东边，这边西边，东边它有两条房子，然后这一边是马路，这边是一条房子，这边马路，那这边也是中华路哦，但是这边是靠这福兴国小这一边西边，现在是两边都是合在一起的嘛，对不对？那我住在西边住的地方，刚好对着开封街跟福兴国小。那个时代后，要从违章建筑谈起。那个时候是民国40几年，这个也有一个前因后果了。他那个时候是说，蒋中正有一天开车从那边过去，看到这边，他认为这里是难民营，因为它是难民嘛，很烂的。就是用木头盖的，它南部来的，北部来的。有一天就是西门站，现在已经没有了。西门站火烧，这个都有资料的。
火烧了以后，蒋中正就下令警备重兵，大家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台北市政府不敢处理，因为这里有很多老蛙，那老蛙是在6、7、8专门在煮饭炒饭，动不动那警备总部一下来的话，大家都不可能。那后来呢，这个中华商场就有一种方式，就是说个人付钱，政府没有钱付了，那就是说东边一条付多少钱，西边一条付多少钱，2楼付多少钱，3楼付多少钱，就这样子付。多出来的户数就弄到那个盐款那里，以前盐款那里有一个也是违章建筑，那里都拆到这边来。所以这样子做起来的话呢，就确定我记得是民国50年开幕了。那时候的落成的话台湾城是最棒的地方了，整条好漂亮，都新的好漂亮。对面还有一个百货公司，现在好像烂掉了。第一百货嘛。第一百货，对，第一百货，对。那一家现在我告诉你一个位置第一百货是在三角端嘛，那对面呢还有一家天鹅百货。后来呢，第一百货公司的话，它有一个龙凤茶楼。金丝楼那类型的龙凤茶楼先兴起了以后，再有国光茶楼，还有中学的那个茶楼。从中华商场兴起了以后，很多的这种茶楼都是香港式的嘛。这港式茶楼进来以后，台北西门町开始串起来的。那个时候在中华商场做的生意，大概都是第一个电子业、服装业、皮鞋业、古董。那个时候日本人来的话，很喜欢买古董。大概都是这些物种。那其他到第6栋的话呢，6栋、7栋他们都是做吃的，8栋都是做军用品。就是那个时候西门町在繁荣的时候，走来走去走路都会撞到了，真的，我不骗你。中华商场它有一个好处，很多人都这么讲，什么都有的卖，只有观察没卖。它中华商场它是这样子，它是盖成了2间嘛，那你2间的话，2间就给你了。那你2间1间那个中间隔掉，你1间我1间一半，那隔起来就是2公尺、4公尺半，它有一个阁楼。每一间店面都有阁楼，都有阁楼，但是阁楼是这样子这么长，对不对？那前面这里后面嘛，那这里楼梯嘛，那这里前面也是空的嘛，那我们都是把这里再把它补上去。补上去的话，等于再加一户，那这一户就可以住家了。我在孝东西40号，西是这边，东是这边嘛。我在孝东西40号，我是从妈爸是做西服的，那个时代西服没销，我是改成做绣鞋号。那我在绣鞋号做得蛮好的，然后后来呢，因为中华商场进去了以后，光绣鞋号不好看嘛，所以我就改卖成军用品。主席以前也住在中华商场里面哦。我住很久呢，我高中2年级住到传播还在那里呢，送到中华商场拆掉呢。主要问题它是有关于高铁的，它下面高铁啊，捷运是在中华路东边那边那个店面那边，靠近中华路在东边这边，东华路那边有店家嘛，捷运是在这下面，捷运下面的话就会空格嘛，然后高铁，然后再台铁，那台铁是在复兴国小这一边，所以中华商场根本就不用拆。它是要拆，就是因为高铁要用。我们也曾经跟市政府吵了很久了。中华商场第一个是分配在台北地下街，那全部的话大概有800多个人，在站前地下街有284个人，大概我记得了。第一个是台北地下街，它是最早分配的；第2个台北站前地下街；第3个东西地下街；第4个是国宅分配的地方是这样的。其实中华商场我告诉你各位中华商场没有善家人，都是好家人。但是中华商场都是有一个很怪的脾气，就是小气鬼，看你拍台，那一针鞋子是20块也赚，所以大家都是很小气鬼了。我不卖了，你卖了我就划不来，我把它卖掉算了。经过30-40年的衰败的话，也没有办法了。中华商场他们这个过程现在谈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中华商场也拆掉了。由于中华商场目前已经不复存在了，想要追寻过去记忆的朋友们，请来这边看我们这个孝字。它的意思表示着过去孝栋曾经驻足在这边。中华商场是由8栋建筑物所组成的，意序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沿着我们的中华路一路建筑下去，非常的宏伟又壮观。
对于中华商场的拆迁，其实到现在目前为止，我的想法是认为这是时代的变迁。现在在讲是时代的变迁。在中华路上面，除了前面我们跟大家提过的中华商场之外呢，这边有个隐秘的地下街入口哦。我之前来西门都没有发现有这个没有发现过哦。这也是我长大之后，我爸妈跟我讲，我才知道的。早期啊，在下面地下街，我的亲戚就在里面做生意，那我妈妈也是在这边做生意。我爸当初追我妈就追到这边来哦，所以这边也是他们感情的萌芽之地。原来是爸爸妈妈的约会圣地。随着战后西门町成为台北的娱乐与消费核心的背景之下，这里除了电影院与中华商场，也曾吸引过许多大型百货公司进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栋，开幕于1949年的建新百货。很可惜，它于1966年毁于一场大火。它当时也是台北市战后第一家成立的百货公司哦。那目前现址是钱柜中华新馆。说到了中华新馆，它跟我的渊源也是颇深哦。在我学生时期，曾经在这边打工过哦。电视主席提到的龙凤茶楼，就是位于中华路与汉口街口，开幕于1965年的第一百货，是台北市首间设有电扶梯的百货公司。1982年歇业，现为万华企业大楼，内有饭店、便利商店与餐厅。位于中华路一段90号的人人百货，开幕于1972年，结束于1984年，现址为营运版图极大的 NET 所在大楼。武昌街2段与昆明街口的来来百货，开幕于1978年，以金柱大门周边步行广场以及早中晚不同版本的来来百货之歌为特色。2003年歇业，现址为诚品武昌店与西门町逸舍酒店。位于宝庆路32号的元百宝庆店，开幕于1972年，是台北市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百货。由于商场设计已不符现代需求，远东集团于2023年结束营业，并规划重建，预计于2029年新馆落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位于市中心，而且是在顶楼的游乐场呢？在我身后这一栋开幕于1968年的今日百货。当初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结合了百货加娱乐，在顶楼的游乐设施有旋转木马、海盗船以及云霄飞车，相当的刺激，是许多台北人以及我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哦。现今它已经转型为诚品生活馆。所以你以前真的有上去玩过？有啊，我记得我爸妈跟我说过，在我小时候曾经带我上去玩过，但是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我只记得有个设施转出来，它离围墙边边超级近，当下我直接吓哭，非常的丢脸哦。如之前所提到，万年商业大楼的前身在日治时期是西门町这边非常豪华的剧院之一——国际馆。那战后改名为国际戏院。1970年的时候，因为财务危机而售出，那就在原址这边重新建立了这栋万年商业大楼。那1973年落成的时候，当时有200多家的店家进驻，那也成为西门町很重要的地标之一。曾经里面好像说是有万年冰宫的溜冰场，也曾经有 NTV， 那现在就是转变成一座复合式的大楼，就是有美食街啊、服饰啊、玩具，然后也有咖啡厅跟住宿等等。说到这一点啊，万年商业大楼，我跟他可是熟到不能再熟了啊。我自己的老爸老妈就在万年这边做生意，做了17年多，快28年。小时候时常来这边啊，看它里面的遥控汽车啊，跟那个新干线的铁轨，看得好想买。那我每次回到我妈店里面，都会用纸用笔偷偷的画下遥控车，画到我妈还跟我说没有用了，你不用再画了。我暗示就对了。对。而且啊，万年我以前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 B2。B1 是美食街嘛，B2 是我们店家下去装饮用水的地方。以前坐电梯下去那边总是黑黑暗暗的，然后没什么灯光，小时候都觉得那边会不会有僵尸的存在，但是实际上那边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警卫室就在那边。
想要玩玩具，想要看模型，唯一首选就是4楼。4楼以前上来，我都会看吃油的遥控汽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遥控汽车是加汽油进去里面发动的，不是装电池的。而且以前这上面很多那种很像铁道迷、新干线那一种小小的火车的模型跟轨道可以玩，只是现在上来看，几乎全部通通都变了，跟我以前小时候看的店家都不一样了。小时候很常来吃这间店小二，很爱吃它的锅贴。不过蛮可惜的，今天来刚好遇到店休2天，只能够改天再来了。这间店小二非常特别哦，你在1楼点完餐之后，要到1.5楼，就是它的阁楼里面去用餐，非常的有趣。小时候的美味，之后再来回味。以前在地下室有2间甜不辣，一间叫万烈，一间叫贝玉。但是其实呢，2间据说都是同一间。后来因为人手不足的因素，他们合并在一起。它这边的区分就是煮的就是甜不辣，炸的你们要点天妇罗，所以千万不要点错的。然后这边呢，我以前小时候来觉得很好玩的是，它每一次热腾腾的菜刚上来的时候，偶尔会有偶发性的灵动，就是这个碗在桌面上会突然间自己滑动了一下哦，这一点倒是非常的有趣，很 Q 哎，鱼浆很 Q， 然后那个酱料微微的辣，我觉得蛮好吃的，对吧？小时候推荐给你的美味绝对不会浪费。哦，萝卜很嫩诶，我刚刚这个是没有用力就插下去的。对，萝卜喜欢，好嫩哦。小时候的美味，味道不一样。整体而言，自战后至1970年代，随着电影院、中华商场、各大百货公司以及万年商业大楼等相继出现，西门町已然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娱乐中心，也奠定了潮流与娱乐地标的地位。虽然西门町曾经一度蓬勃发展，但由于过度拥挤，它也逐渐显现出衰退迹象。那东区也自1970年代起陆续发展，直至1990年代，百货公司、电影院以及商业大楼陆续落成，高级感以及精品感逐渐成为东区代表性的 mark。所以相较之下，西门町就会显得比较老旧。再加上当时捷运施工造成交通混乱，中华商场也在1992年被拆除，曾经独霸一时的电影街也走向没落。我们前面介绍那些百货公司啊，有些也相继歇业，所以西门町就一度沉寂。危机就是转机，大破大立，别人端走你的人潮，你就要创造出新的人潮。所以自1977年西门町规划行人徒步区，虽然中间历经了示范终止和多次的优化调整，但最终在1998年正式启用，包括了改善道路铺面、新增公共座椅、夜间照明，还有一些展演设施。它就是强调以人为核心的都市设计理念，也让西门町成为台北代表性的徒步区之一。1999年也因捷运板南线通车，重新带回人流，这也使得西门町再度成为观光客以及年轻人的聚集地哦。同时，1990年代唱片业快速发展，跨国唱片公司进驻台湾后，连锁唱片行崛起，采低价策略并大量展店。到了1990年代末期，玫瑰唱片与大众唱片合计门市逼近50家，市占率超过50%。当时的西门町更是实体专辑的销售重镇，聚集了桃儿音乐城、交叉线、佳佳、玫瑰、光南、武大、95乐府等唱片行，也是歌手宣传新专辑的首选舞台。不过，随着唱片产业式微，如今西门町大家印象中比较主流的仅剩中华路上的佳佳唱片行，以及汉口街巷弄中的95乐府，其他的一些小店或二手黑胶则散落在附近，成为昔日繁盛的余音。这些海报啊跟扇子真的是我高中时期的回忆。我以前曾经买过山下智久的哦，然后房间贴满满的山下智久的海报。藏身于汉口街2段20巷的95乐府，自1976年创立至今，是西门町经营多年的老字号唱片行。早期它在武昌街只有3坪的小店面，一直到1994年才扩增至现址。在店内贩售着各式的唱片、黑胶以及偶像周边，是许多乐迷以及收藏家的挖宝圣地哟。最特别的是，它店门口还有贩售手摇饮哦，
唱片加手摇是西门町蛮特别的景象。对，而且它的价格我刚刚看了真的是超级公心，哦像是红茶、绿茶这种纯茶只要15块。然后我这杯鲜奶茶只要35，现在在台北根本看不到这种价钱了吧？超便宜的欸，而且刚刚喝了一口啊，它的糖加蜂蜜，哦，很香哎，就是满满的蜂蜜香，再加上这个佛线价格，仿佛回到过去的物价呀！大家看后面人潮汹涌啊，还不快来排队？买！在我左手边这栋爱悦酒店，以前在我学生时代，我可是很常来这边报道哦。什么讲清楚？啊，以前这栋还没有改建成饭店之前呢，它是捷克音乐 Jack Studio。在我学生时代，大家不要看我这样斯斯文文的，我可是摇滚魂知名天团的鼓手哦。我就是在这边学爵士鼓的，目前他已经搬到昆明街76号了。不知道我们广大的网友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也是摇滚魂呢？复苏后的西门町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再度重创商圈，观光客与人潮锐减，不少店面空置。但随着疫情趋缓，人气逐步回升，除了老字号店家重新营业，亦有新品牌进驻，如刁民酸菜鱼、詹记麻辣火锅、索拉利亚西铁饭店、Pop Mart 等，为西门町注入全新风貌。这里也拥有多元特色街区，包括美国街、刺青街、川菜街以及聚集运动用品与特色小吃的区域，不仅深受国际观光客喜爱，更是年轻世代追逐流行的热点。完善的徒步区规划、棋盘式街廓设计，也使人潮更易于汇集。2014年，台北市政府提出西区门户计划，以老城翻新，打造台北国门为核心，范围涵盖西门町、台北站前商圈与台北车站。2016年拆除忠孝桥引道，北门广场启用。2022年台北双星动工，2025年与2028年预计落成的旧市议会与邮政双塔，皆为此计划的重要里程碑。西门町商圈自日治时期至今经历多次兴衰，但凭借其交通优势、政策加持与文化特色，疫情后仍展现强劲的复苏力道，更是国际旅客必访之地。无论吃喝玩乐，各种流行虾趴应有尽有，持续稳坐台北最热闹、最具指标性的商圈之一。耶，来吃晚餐啦！今天我们来到了金狮楼，它是位于狮子林大楼的10楼，是一间创立超过40年的老店哦。它是港式饮茶店，所以都会有那种推车经过，然后整个装潢也很复古，很有氛围感。它这一间我们只要一入座，只有它的推车就旋风似般的把大家包围，没想问错，你要什么要什么。每次来的时候就像战场一样，就是阿姨会先很火速的把你带入座，然后推车又很火速的朝你冲过来，你就要很紧急的去点餐，有时候都会有点不知所措没有错，反正看到什么先点下去就对了，来不及让你做选择。这边就是以那种港式点心，那还有可以点菜的那种广式料理，所以就是绝对可以吃很饱。它这边呢，平日来基本上你虎皮卷、芝麻球是一定要点的，那假日的话呢，烤乳猪更是一定要点起来。对，这3个是我们新州的 Top 3，没有错，这一间我们很爱吃，每次来吃都觉得很有幸福感。对啊，所以今天拍西门町怎么可以错过金狮楼呢？一定要先来尝尝我心心念念的虎皮卷。每次一来坐下就跟他讲说虎皮卷，里面的虾肉是很大只哎，好好吃哦！不愧是我心目中第1名的虎皮卷。正点，我最喜欢就是它的炸皮很酥脆，然后又很薄，所以里面就都是吃到满满的虾肉，然后最后再佐以外皮就是一点点的酥脆感。我瞬间了啦！这个基本上可以称为炸虾卷了。好像是哦。对，里面满满的虾肉，吃起来就是爽快。在这边，还有一个必喝的，千万不能够错过，就是西米露。哦，真的，最后甜点来一杯西米露。
没有错，我现在看到我的西米露专车已经到了，就在你身后，待会马上跟老板点起来。西米露，两杯，好，谢谢。再一个杯，锵，西米露到手啦！对，这间西米露，我觉得也是我心目中第1名的西米露。没有错，金丝楼真的是卧虎藏龙啊，什么好吃好喝的都有，浓醇香。浓醇香到底部就是西米露，然后还会有一些芋头的颗粒，所以口感一直棒。来，直接吃起来。直接吃起来，就看到这种皮烤成这种颜色，就是让人受不了。酥脆，哇，那股油香，哇，炸出来，我的唾液一直在喷，好好吃哦。好吃到我们两个都不讲话。那个啃骨头没办法讲，不知道能不能只单点这个烤皮来吃哦，它的烤皮真的好香哦，真的，咬下去满嘴油香啊，油滋滋，肥嫩嫩。没错，什么是叉烧饭？食神黯然销魂饭，原来是有洋葱啊！没有错啊，真的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叉烧鸡包饭了，那就来金丝楼啊。下面一位，还有进入到点心部分，锵，看它包的也是扎实，我已经预想里面应该是满满的虾子了吧？这个饺子的内馅也太多了吧？对啊，很扎实的内馅的，皮薄馅多，对啊就是赞。很像在吃肉丸，外面包一层馄饨皮的感觉。这叫火腿烧麦，没吃过哎，没吃过，这也是我们来这边第一次点的，今天也是尝鲜喽。这怎么大到有点像撞球的大小？它好像有点像，蛮大颗的。我去拆解它的内部结构啊，感觉就是它里面是肉圆，外面包着一层火腿。你咬下去的时候是先有火腿的香气，后有肉圆的甜味，那还蛮特别的。哦，蛮特别的，在外面的港式饮茶好像比较少见这个。我印象中没有吃过这东西，我应该难道这是金丝楼的隐藏特色餐点吗？不错，蛮好吃的。对啊，这道沉甸甸的，下面是豆腐，上面是冷汁的虾仁哦。啊，他这边给的虾仁也是给的很有诚意哦，超大的。这道我们之前的时候点过，也是觉得推荐好吃。没有错，来这边只要有虾类的，就是吃起来就对了。对，它没有糊弄你，只要有虾类的，是真的看得到虾。这道芝麻球也是我们推荐的，我心目中认为 No.1 的芝麻球。没有错，我们来最多一次是点3份，好扯哦，对不对？它1份2颗，我们最多点了3份，2个人吃6颗哦。它是属于是比较扎实的，不是那种空气感啊，不是，对，它是扎实的，然后里面包红豆馅，然后我觉得它红豆馅就也是很绵很香，甜度刚刚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边也差不多啦。今天带大家走访了西门町这个100年商圈的金玉席，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属于你的西门町回忆，或是分享西门町还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最后呢，当然不要忘了陪伴我们一整天的 Ana Luisa， 记得趁现在活动期间全馆最高75折的折扣，赶快买起来吧！请记得点选资讯栏或是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点选1楼的专属链接，买起来吧！此时不买更待何时呢？没错，当然最重要就是要请大家记得多多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蘸一蘸家乡的辣椒酱，这味道又翻了1倍哈！哇，真不错啊，安娜曼。有人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我还不知道，是他这阵子狂看，然后也推坑我看。我跟其他男生的兴趣比较不一样，我对什么电玩啊、动漫、公仔那些没什么兴趣。平常没事，我比较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小说。那最近倒是迷上了看小品，觉得很好玩。我跟你说，你这些兴趣跟我爸一样，你已经进入到不是中年男子，是老年男子了。在里面是可以学到东西的，各位。然后什么？对啊，像有一些金句名言叫“脸只有一张，省着点丢”。这个平常我这辈子不会去想到。哇，什么情境会用这个话骂人说吗？